7岁遭遇伙伴们的轮番猥亵，13岁又化身成为战男专家。他在性与爱的过程中进行发声练习。让我们欢迎本期嘉宾昌毅。Hello， 大家好，我是昌毅。胡子非常有型，有化妆，而且又烫了新发型。因为最近找不到那个新的男性伴侣，所以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那这个形象有给你带来一些好？这个形象好像在 gay 圈不太受欢迎，因为 gay 圈可能喜欢这种短寸的感觉。我是一个一直在找对象，一直能够找到对象的人。哦，不对，他是一个长期找对象，但是不找长期对象的人。也可以这么说，不会总结吧？更喜欢做一还是更喜欢做二？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是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啊，可能大家是在青春期之后才发现。那我可能很小的时候，7、8岁的时候就有过很丰富的性经历。害怕失去的能力或者特质是什么？就失去做人的一个权利吧。我现在会觉得自己有点松。这是可以播的吗？真的，我从小的体质就很松。就是你现在还紧吗？这个问题我可以问的，对吧？我觉得我挺紧的，因为你在前2年的时候做了痔疮手术，但很多人是做完以后就松了呀。我的初恋他就是做完以后就松了。那个变化你还接受吗？我可以啊，我喜欢松的。有被喜欢的，谢谢大家。我没有想到说7岁的时候被轮番猥亵，他会觉得是情不自禁。我只能说他是个贴身。没有啦，我知道，我还是爱你的哟。我是95年的生人嘛，其实那个年代呢，就是在我们东北，作为留守儿童的人数还是非常多的。我们的娱乐方式呢，就是晚上围着炕，然后一大堆人看二人转。二人转他们都很 open， 很色情。那孩子呢，在这个期间其实就会受到很深的一个影响。在7、8岁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他们都是10来岁或者13、14，已经发育完成了。我们就5、6个男孩聚在一起玩，那时候妈妈也不在家，去田间务农，我们就去探索好玩的游戏。那该玩的游戏都玩完了，就玩了一些不该玩的游戏。那我们可能就会顺着二人转给的提示呢，去找一些带颜色的光碟，然后大家围着一起去看。是在小伙伴家里是吗？对。孩子小嘛，我们就会模仿里面的一些动作。5、6个孩子全都是男孩，那我从小就性格偏阴柔和乖乖男一些，那他们就很理所当然的把我当成小女孩的角色，然后就有被猥亵到。怎么发生的这件事？当时可能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感觉。你确定吗？你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我不记得跟那一群人了，那一群人我们次数太多了，但我记得和其中一个小哥哥，当时跟他们贴莫名的一种情绪上头。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又刺激又羞愧，又觉得不能让妈妈爸爸知道这件事。那你当时觉得这件事是对的，还是说你当时没有对错的这种判断？是错的。你当时跟小伙伴一起的时候，他们把你当女孩，你有想过反抗一下，你不要当女孩吗？没有。那你有想过让别的人当女孩，你也试一下其他的角色吗？没有。我很享受当女孩这个角色，但是这其实就属于猥亵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帮人也得到了相应的一个惩罚。我其中的一个小伙伴就是已经以强奸罪的名义入狱10年之久了。他是带动人吗？是另外几个大哥哥，他属于第2大的大哥哥。哦，对他还有什么印象吗？他就是性格特别不好，有点反社会型人格，喜欢打别人，他不打我。那其他人呢？其他人还有一个大哥被那个轮船给弄死了，他去下海，然后去打鱼，被弄死了。因为我们这帮孩子除了我，他们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连高中都没有上过，然后就都去务农去打工。他的意外就是纯意外了，属于天灾吧。那这还真的是什么因果循环呢？对，他们都没有得到善终。这个事儿后续对你的这个生活有任何影响吗？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确凿了我是通讯录的这个身份和取向。如果有初中老师想要猥亵我觉得也蛮恐怖的。长得帅的例外吧。我觉得你才是那个长得帅的都可以。不对，你是不挑课的。初中的时候最疯狂，我们初中是留校住宿，差不多是5个手指头这么个人数，在我旁边都会跟我亲亲抱抱、举高高之类的。就是你现在变成了主动方，谁也不能逃过我的枕边。是怎么样一个宿舍环境呢？我们的宿舍环境特别的艰苦，那我们是像一个大通铺一样，
它的宽度又10米，那上面可能摞着11个人，你就只能这么躺着平躺，你要翻身就很累。对，所以就很紧密，就每个人盖一床自己的被子。对，然后我经常跟他们盖一被窝。除此之外呢，还有个更恶劣的，就是我们住宿的时候有个男老师，他这个男老师是特别的娘的一个男娘，他是我们女校长的老公，然后他有个癖好，他就是猥亵我们这群孩子，基本所有人不敢睡在旁边。你有过和他睡在？我俩可能撞号吧。我爸爸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从来不会对我下手。但是据我所知，我们一共20个男生，18个男生都会被他侵犯过。那你们那个同学私下交流的时候会说这个老师到什么程度吗？说这个老师有点变态，他不止把自己的手伸向男同学的，他还拿男同学的手伸向自己那个发棍。这个老师后续还在学校呢？他已经跟女校长离婚了，女校长骂他是同性恋，他俩大打出手。后续有动向？后续再也没有联系。你和他们有产生情感上的链接吗？没有。听来其实是相当于性的探索，可以这么说。就天然就是说这个性在他这儿不是一个枷锁。那就是性脱敏，很恰当。脱敏是什么意思？就我不会太在意性的这些事情，我认为这性它是一个能够让我取悦，然后不让我羞耻的一个事儿，我可以光明正大的跟朋友去分享去聊。当然前提是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对，要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不要当小三。如果是有女性朋友听到我们这期内容，希望让女性也走出这种枷锁，希望那个处女膜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它就不存在，它就不会形成一个枷锁。可以不要被标榜成是一种东西或者什么意义对，因为昌邑这个特质让我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个。你很棒，谢谢。但是现在呢，我就是只跟喜欢的人发生关系。最好是啊，就是跟喜欢的人做才有感觉。高中是一个整体来说性特别压抑的一个人，那时候只知道学习，因为那时候节奏特别强，压力特别大，3年级只是网的感觉。是什么东西让你转变的？其实我一直就是对学习看得很重，对，因为你得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才能就是多赚点钱啊。因为很懂事嘛，懂事就伴随着会想为家里分担压力，然后就想考大学。我从小的时候，我10岁之前，我们那会儿没有小卖部，没吃过零食，可以对比一下。小时候是在饭点的时候，如果我饿了，我妈就会用酱油泡馍来那个喂饱我和我哥，撒上一点点香油、芝麻油。我现在觉得那个也蛮好吃的，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酱油泡馍了。录完节目那个我请你们吃酱油泡馍，好不好？不想吃了，爸爸多怎么办？这就相当于朱元璋回味那个珍珠翡翠白玉汤。3个月的相处，他用3年的时间才能忘掉，我觉得昌邑也蛮痴情的。是不是没吃太够？我觉得是吃到位了。大学是在哪读的呢？当时在锦州。锦州有烧烤，特别好吃，吃了4年。那锦州的男人呢？锦州的男人是我都忘说了，怕被人网暴没事，不好。锦州男人呢，真的就是上不了台面，知道吗？为什么这么说？真的，因为我当初没有长开之前就不太好看，跟100个人打招呼，99个人都说不合适。那你有看到他们的脸照吗？他们还好吧，我都忘了。我觉得迄今为止吧，未来50年以后都不会发生那么比较痛苦的一段情感经历。就软件上认识一个机械学院的一个主席，是个胖子我所以说我那时候是喜熊的倾向很强烈。他大4，我大2，我就特别欣赏他，他就会组织我们学校的那种大合唱在那指挥，然后我们就聊得很好，去遛弯啊，去公园划船呐，死去活来的，特别喜欢他，他也很喜欢我，在一起了能有3个月。喜欢他身上的哪一点？喜欢他那个装逼的那个劲儿。如果是个明星的话，你觉得有谁身上有没有廖凡？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觉得难忘的一些事件呢？那就是他因为后来劈腿之后，有新的男人喜欢他了，他也喜欢人家，然后把我踹了之后，我去报复那个他的新对象。你怎么去报复呢？我就在他的微博上发了一个恐吓信，我说离他远点，我有 HIV。不是，不应该造谣你的对象说你离他远一点，他有 HIV。因为他知道我俩在一起过嘛，所以就对我说是自己。我只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对，然后溅到你身上，然后让你去远离他。那年纪轻轻，他已经就这么有法律意识了。可能比较善良吧。
你的底色还是有下游的部分的。然后我那个对象就说让我离他远一点，我再发这种信息，他就让我在学校待不下去，他要搞我。利用之前自己在学校的一些小权利。对，然后我特别伤心。就那时候有逢毕业季嘛，每次喝完酒打扑克鼓，每天上课都会脑袋里会闪现这个事，都有一点应激了。然后后来毕业了1-2年之后才把这个事忘掉。就时间冲淡。对，我跟你说，伤害特别大，然后总哭。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很痛苦。那这个期间就没有再去适当的开展一些其他的人吗？没有。就一直在封心所爱。也在表白一个直男吧，就我对面室友的隔壁，他叫李一。如果你在屏幕前，你一定要知道我还在找你。这都过去10年了，我可喜欢他了，他真的很好。他对你很好，他对我不好。那他哪种好？他那个劲儿，哎呀，特别有感觉，把咬胡茬给我，特别喜欢他。我感觉我跟屏幕前的大家可能有点倒错啊，大家可能刚开始感情，然后是性，那我可能小小的经历了很多性，最后才把感情提上来，就顺序反了。可能也是跟年龄有关吧，因为你小的时候其实对感情没有太多的了解和认知，然后性是一个很直观，然后很容易摸到碰得到的东西。对，然后体验了之后，等到你那个高中已经开始懵懂的有一些情愫，因为学习压力给压制，一直到大学开始喷井式的迸发。你说的很对。父亲、母亲，我入选了，张毅终于来到北京了。那大学毕业之后呢？来到北京工作，开始了北漂。你一到北京，你就开始这种丰富多彩的圈子生活。刚开始第1年挺夸张的，就是总去酒吧、KTV、混圈玩，然后那时候身体都遭不住了。其实后来开始适应了北京的生活，可能然后抵抗力就上来了，就好多了。刚到北京，你就已经陷入到这个灯红酒绿之中。因为我喜欢音乐带给我的节奏，因为喜欢跳舞和唱歌嘛。来北京的第3年吧，谈了一个2到3年的一个对象，他是做 IT 的，我们也是吵吵闹闹、分分合合了好几次，最后才分的。后来又断断续续，处了几个月的、半年的，都有，但是只有这个是比较正规和而且长的，所以说来北京7年时间，可能就谈了1次，还挺那个挫败的。就是我是分手之后可以做朋友那种，没有就是说以后人家有对象我再去骚扰人家或者是勾引人家那种感觉，就是恐吓的事情你不会再做，不会再做了，然后也不会去挽留。就从整个故事听下来，你的童年到上学到来北京之后的生活，你觉得这些事情对你以后的择偶有什么影响吗？随缘了，因为可能什么样的人都可能会适合我。就是比较开放，就愿意多尝试一些。对。但是如果我觉得特别喜欢，我也不去过多的期待去找这么一类的人，可能会找到，可能也不会找到。那在对象相处的模式中，我会更转变一种思维，就是大家多互相谅解，大家多相互包容，相互照顾一些。你还是很渴望一个男人就是长久的陪伴。是的，我其实挺缺爱的一个人。那如果对象不能满足你，你会偷吃吗？我会跟他谈。如果谈开放式关系，就开放式关系，只要知道记得家里还有人留着一盏灯，我觉得很感动这种感觉，但是我从来没有过。你有没有什么还想问的？但你除了大学喜欢的那个直男，后续还有直男吗？喜欢那个双性嘛，就上一段感情，后来就没有直男了。那有试着去勾引直男吗？我以前是那个专门做伪音直播的，那模仿女生说话，然后勾引直男，跟他陪他聊，然后一晚上给50块钱。少哎，玩游戏是吗？还是说陪聊？只是单纯陪聊，陪聊一晚上才给50块钱，就是当直男就可以给钱。我就那么一次，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玩的状态就是只是体验去，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长期的收获，对，就觉得好玩，就是猎趣，就是好过他稍微有一点不合法的，这个就不合法。对，这就属于不太合法。卖年数没卖过，没卖成功过。其实就想卖，一直没卖成功过。就是你看一下，对方觉得高。对，因为有好多老头子软件给你打客户，我就想这个借口我就讽刺过去。你开了一个天价，你开了多少？5万，大几千呢？他们拒绝，对，太贵了。他们会讲价吗？对，会讲价。他们讲的多200。太便宜了。那这个环节呢，是我们嘉宾昌毅来给大家展示他的才艺。这叫什么反串？其实是不能这么说吧，其实是民歌了啊！欢迎国家首席女高音，谢谢。
两情。到我的午夜，拥抱落日。